如果一门生意卖出10件要退回来6件，你觉得它还能活多久？女装电商现在就是这种状态。2025年5月，有店主反映，沈阳某职业技术学校60多名学生集体网购了60多条连衣裙，在运动会等活动后，以质量问题为由，集体申请退货退款。退回的衣服大多已有明显的使用痕迹，甚至部分还带着污渍，根本无法再次销售。但最终的结果是，商家不仅损失数千元，店铺链接也被平台处罚封禁。该事件被认为是对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的明显滥用，而这并非个案，穿一次就退，拍完照就退，活动穿完集体退，调包退，甚至不退货直接退款的情况屡见不鲜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随着技术门槛的降低，一些人开始利用 AI 生成或篡改图片，伪造质量问题的证据，发起退款申请。规则被反复试探，手段也在不断升级。多家媒体报道显示，电商平台女装类目的退货率普遍在50%到60%之间，部分店铺高达75%以上。在快时尚和直播带货场景中，个别商品的退货率甚至接近80%到90%，下单10件退9件也并不罕见。与此同时，社交媒体上大量传播所谓退货技巧，并被包装成一种对抗资本的正当行为。商家本来就暴利，平台不保护我们，保护谁？规则的边界在情绪中不断被推宽。大规模退货让商家承受巨大压力，女装一旦留下使用痕迹、污渍、异味，基本失去2次销售的价值。物流、退回、折损，这都是真金白银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一批曾经的金牌女装店选择退出，留下的商家则不得不采取更激烈的自保措施。一条规则看起来更保护消费者，就一定是好规则吗？时间拨回10年前，那是线上女装的黄金时代，流量便宜，爆款频出，金牌店铺接连涌现，款式更新快，价格普遍低于线下，很多女生几乎不再逛商场。那时候网购女装确实意味着性价比，但女装本身就存在着有色差、尺码偏差、买家秀和卖家秀差距大等天然问题。7天无理由退换因此成为关键制度，它降低了消费者下单的心理门槛，也建立起了最初的信任基础。后来平台竞争加剧，为了争夺用户，不断放宽退货条件，有的平台甚至推出仅退款，商品无需退回，直接退款。短期内这种做法确实提升了用户体验，但规则的边界很快被测试。一部分人开始利用漏洞恶意退货，退货从保障利益的工具逐渐演变成了某种套利方式，商家的压力随之放大，有人被迫关店退出，留下来的开始系统性自保，加装巨型的防拆吊牌，拆除及拒绝退货，对高风险账户限制包邮和优惠，减少礼服、爆款等高风险款式，转向退货率更低的基础款，全程录像打包，保留证据链，甚至直接提价，将退货的损耗分摊进售价里。最终承担成本的是普通的消费者，价格上涨却未必对应品质和服务的提升，心理落差扩大，正常的退货率也随之上升，形成新的恶性循环。那么面对这种局面，平台和监管后来又做了什么呢？监管介入之后，问题就解决了吗？恶意退货频繁发生，结果是优质商家不断退出，线上女装的款式越来越保守，越来越基础，价格却持续上行，一些平台的消费者也在慢慢离场。2024年8月，中国国内多家网购平台开始收紧退货规则，大幅限制仅退款，限制平台自动介入，并引入买家信用评分机制。同年11月，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介入，要求平台强化对退货退款申请的审核，减少恶意滥用。但1年多过去，女装电商市场并没有明显回暖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因为问题的核心并不只是某一条政策，而是一种已经形成的不信任结构。平台为了争夺流量，曾推出明显偏向于买方的规则，商家在高压环境下被迫转向防御，甚至转嫁成本。部分消费者则利用规则漏洞，借对抗资本的话术，合理化违规操作。当三方长期处于博弈状态，都把彼此视为风险，信任就会被持续消耗。法规可以规范行为，却很难直接修复信任。
一个对买卖双方明显失衡的规则无法长期稳定运行，商家被迫接受不平等条款，看似求生，实则透支生态。消费者短期获利，却在无形中推高了整体成本，让便宜又优质的选择越来越少。当规则被反复滥用，成本终究会回到市场本身。当信任崩塌，恢复它的难度远远超过再推出一条新的规则，而这才是杀死女装电商的恶魔。让观察带电，让观点发光。我是婷，感谢你的收看，那我们下次再见。